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。内容简介：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是按照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，推演了一场最真实的印巴冲突和第二次打印战争，展开海、陆、空全面对抗。全系列涵盖了300种军事武器装备，对中美印巴局势模拟推演，对各大国军事武器装备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读，对若干争议话题也有深度的分析。第1集：新的印巴冲突。中午毒辣的阳光将闪闪发光的战斗机外壳烤得滚烫。莫希特上士爬在登机梯顶端，把头伸进座舱检查战斗机的仪表。好在这架值班的飞机上插着冷风车的管子，座舱里还是凉飕飕的。上士爬进座舱，接通了仪表电源，开始起飞前的例行检查。每一个仪表检查完，就在记录板上打个勾。方向舵，上士踩下方向踏板问道：“左右好。”飞机后面一个麻木的声音喊道。上士在记录板上打了一个勾。检查一下导弹挂架，上士打开武器控制板，说道。但是过了很久，也没人回应。上士伸出头，看到有一个人正蹲在水平尾翼下躲避太阳。嗨，检查一下2号挂架，听到了没有？2等兵卢加尼懒洋洋地站了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电，在2号挂架下的导弹引导头前面晃了晃，随即上士的眼前的抬头显示器上有一个灯闪烁了一下，蜂鸣器也滴地响了一下，然后消失了。现在是8号挂架，上士打了个勾，用袖子在头上擦了把汗。也许在世界上别的地方，这个月份还在下雪，但是在这里可不成，混凝土基堡外的一小段沥青跑道都已经烤化了。南亚4大陆的春天就是这么严酷。上士将起飞表格填完，最后只剩下一栏等着飞行员签字了。他爬下飞机，走到嗡嗡作响的冷气车旁，发现吊儿郎当的2等兵正在用自己的收音机听广播，又是一个违反第13联队纪律的行为。电台里，一个喜剧演员正在惟妙惟肖地模仿旁遮普邦巴基斯坦一侧的口音，讲一些无聊的笑话。卢加尼，你这个傻瓜，我说了多少次，你不能穿着拖鞋执勤，连队长看到了有你好看的。连队长上午就去班加罗尔了，有恃无恐的2等兵说道。这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可以写在报告里，你这个蠢货，上士威吓道。其实对于这些只想混日子的兵，上士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。离这架巨大的战斗机200米远的地方，有一间带空调的休息室，2名飞行员穿着厚厚的飞行服装，正坐在值班室里等着随时可能下达的飞行命令。这是一个无聊中午，拉赫辛纳戈亚中尉在值班室的地图上查看今天的路线。他来到这个中队起，这张西北部边界地图就没有换过。武器操作员尼兰加法尔再看一张印度快报，第1版上巨大的头条：孟买大屠杀后第10天，死者超过了1000人。报纸在第2版上有一个更耸动的标题：内政部已经确定幕后黑手为巴基斯坦情报局。该给他们一点教训，加法尔自言自语道。休息室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戈亚拿起电话，塔台里的一位指挥官告诉他，跑道已经清空，飞机可以起飞了。戈亚走到窗口，看着一辆压缩空气车开到了他的苏30 MKI 边上，一群地勤人员正在将几根管子从飞机上取走。加法尔丢下报纸，也走了过来。我听说昨天他们出动了第5中队，躲在远处掩护攻击机，真希望今天能碰上，好让他们领教领教我们的厉害。别太轻敌，第5中队是他们最厉害的中队。中尉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眼睛里透露出来的却是某种跃跃欲试的冲动。但是我们也是全印度最好的飞行员，加法尔撇了撇小胡子说道。说的没错，我们可以给他们留下一点深刻的教训。戈亚与加法尔轻拍了对方厚重的抗和服，然后走进了炎热空旷的军用机场。飞行员走过空气压缩车时，莫希特上士面带微笑地率领着他的地勤人员站在飞机下面，旁边一个眼生的士兵在进气口下巨大的阴影里晃来晃去，他大概觉得站在那里可以挡住阳光。
戈亚中尉钻进机舱，座舱内的仪表电源已经打开，中士帮助他迅速系系好了安全带，插上头盔上的数据线。中尉首先打开了甚高频电台，中队的一个主要通讯频道在 77.9 兆赫。很快指挥台的声音传了过来：老鹰，我是莫辛中校，跑道可以起飞。老鹰收到，戈亚一边回答，一边飞快地扫视飞行仪表。莫希特上士的工作总是一丝不苟，让人放心。补充一个最新的情报，古德巴的巴基斯坦33联队有一些新的调动，可能是朝着卡苏阿的冲突地区来的。陆军在那里刚修建了碉堡，要提防他们来找麻烦。就是说，我们有事情做了，戈亚平静地回答道。听着，你们的航线有一些变化，起飞后向斯利纳加方向掩护狮子中队的侧翼，然后在靠近北方边境处转弯回来。181中队的预警机已经起飞了，有可能的话，他们会引导你们进一步行动的。我提醒你们，我们的任务是在北方佯动。如果旁遮普邦上空有空战，让狮子中队来干。又是狮子中队，我就猜到会是这样。那么北部的备用机场呢？斯利纳加有完备的机场跑道可以起降苏30，就是这样。后佐德加法尔中尉在多功能显示器边上按了几个按钮，制定新的航线和新的备用航线。中校，为什么我们又是掩护？戈亚中尉忍不住问道，他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因为连队长不在，他去班加罗尔了。莫辛中校说完，挂断了通话器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呵呵，后座的加法尔中尉笑着说道，因为我们是印度空军的王牌，不能有闪失。上士站在飞机前面，示意飞行员活动各个舵面，戈亚一一照做，然后上士爬到边上，让戈亚签字。祝你们好运，也祝你好运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把那个新来的家伙从进气口边上弄走。座舱罩缓缓降下，旁边的梯子也撤走了。戈亚将前轮刹车开关打开，熟练打开油路分配开关，然后启动了发动机。很快，飞机隆隆地轰鸣起来，发动机转速表慢慢到了20%的位置。他转过头，看到地面人员将最后的压缩空气管子和电源线路都移走了。戈亚慢慢推动苏30战斗机的节流阀，可以感觉到飞机的抖动在增加。他看着发动机转速慢慢上升到了50%，他松开刹车，飞机缓缓移动起来。二等兵卢加尼蹲在一旁，看着挂满导弹的庞然大物朝前加速，简直看呆了。对了，上士，为什么中尉的飞机上会有一个白色的飞机图案，中队别的飞机都没有？二等兵问道。上士觉得这个糊涂蛋来到基地3天，终于问了一个稍微有意义的问题。小子，戈亚中尉是了不起的飞行员，几年前中尉代表24中队参加了美国内华达州的红旗演习，他击落了一架 F-15。上士说话的时候，脸上洋溢起了万分骄傲的神情。但是那只是演习，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还用问？你这个傻瓜，赶快把冷风车开走。第1集完。